家。这支影片主要跟大家分享我来这里交换，目前已经是6个月的交换心得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我是香园，目前在中正大学的话，我是读外文系的大3。那我的交换期程是从2022年的1月底一直到2023年的1月底，也就是明年的1月，我就可以回家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几项，就是目前在这里的生活状况，然后到最后会跟大家讲我到底推不推荐这个城市让大家来交换。为什么选择乌狗？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在读外文系的时候，我就已经选择西班牙语我的第2外语，所以当初就想说，那我要找一个西语系的国家交换。那当初我一开始选择的时候，学校有3个姐妹校，一个是在墨西哥的 Colima， 一个是在就是我现在就读这个学校 Córdoba， 另外一个是在马德里。但是那个时候在马德里那个学校一直没有给国际处相关的资讯，所以一直联络不上。所以到之后我就从墨西哥跟西班牙选一个。那我当初的考量其中有2点，第一点就是那个时候的 currency， 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欧元掉很多。我那时候想说，那既然欧元掉这么多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去欧洲。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社会治安的问题。那考量这2点呢，我最后还是选择了 Universidad de Córdoba。接下来呢，要跟大家分享我印象最深刻的3点。第一点就是 COVID。那因为我当初得 COVID 的时候，我其实是病得非常严重。我病了2个礼拜，我才测到 negative。那这里的规定当初是说，到现在也还是，就是如果你有确诊，你就是要待在家里，直到你自己做快筛到 negative 之后，你才可以出去。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台湾对于 COVID 的态度跟对西班牙对于 COVID 的态度差很多。那所以我一开始得 COVID 的时候，其实非常的紧张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诊所看诊，然后我从台湾带来的药似乎是不太强，所以当时就是通过朋友帮我跟外界的相关人士，比如说医生联络之后呢，他就推荐我就是可以吃什么样的药，然后我再请我室友帮我去买药。那我那时候生病的时候，是没有人会帮我供餐的，所以当时我就是还要自己帮自己准备我一天可能要吃的食物。然后因为身体又非常不舒服，所以其他2个礼拜就是非常的累。所以对于 COVID 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当时台湾是你如果有 COVID， 大家就会来，就是想要把你送到医院。可是对于西班牙这边来讲的话，因为确诊人数实在是太多，你很难把大家都塞到医院里面去，所以你本来就应该好好照顾自己，你生病了本来就应该好好照顾自己，那你本来就应该留在家里，把你自己照顾好了再出门。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有联络我这边的学校，那因为这边学校他们也是 follow 政府那边的指示，所以也就是只是跟我说在家里待着，直到我身体好了一点之后再出门。所以当时学校也没有给我什么太大的帮助，所以主要还是靠自己啦，加油。第2点，那就是 language barrier。我当时候来这里之前并没有苦读我的西班牙文，我知道这里的人不怎么说英文，那我那时候觉得说好，那没关系，我到了之后再学。但是发现这里的口音实在是非常难，这里的口音难到他们讲话非常快。如果我们以马德里为标准的话，这个人讲话是马德里讲话的2倍速。然后他们又有独特的口音，然后他们通常讲话不会完整的把一整个字发音出来，他们会讲到一半。比如说 tres， 我们会说3 tres， 但他们就说 tres， 所以很多词都是有这种调字尾，或者是发音不会把每个字发音清楚的问题。所以对于一个西班牙语的学习者、初学者来讲，我是觉得非常的困难。然后我有几个朋友，他们也是本身是西班牙的母语者，他们也自己讲说，其实在安达卢西亚这个地方的口音比其他地方还要难学，因为这里讲话比较快，而且这里的人的口音比较特殊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大家来之前要好好想一下，就是你的西班牙文的 level 到哪里，然后是否这是你愿意经历的。如果你想要就是学一个比较 standard 的 Spanish 的话，我是觉得你可以考虑到马德里。
第3点，天气。那这里非常的干燥。那冬天的话，温度可以从3度到16度上下，冬天1天。那夏天差不多是25度到40、50度。因为这里非常干燥，所以1天的温差非常大。那对我来讲，这里冬天非常冷，又冷又干。然后这里的夏天热，超热。这里哥德巴是整个欧洲最热的城市。那这里热到就是，如果你大白天要出门，大家会说什么？你要出门？你还好吗？就是热到没有人想要出门。然后通常这里的居民，夏天从7、8月吧，他们大部分的人不会待在这里，他们全部都去度假，就是连我房东也都去度假啦，因为这里实在是太热了，就是会让你热到没有办法动，就像整个人在烤箱里面，就是半熟。所以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第3点。那再来要跟大家分享学校的授课环境跟授课方式。那主要哥德巴比较不像是中正，因为中正我们有一个校园嘛，那所有的系所都在同一个校园里面。但是乌狗的话没有，乌狗是每个系所都在城市不同的地方，所以他们比较没有像中正有统一的图书馆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图书馆。可是这里的图书馆没有，这个图书馆通常是一个系所会有自己的图书馆，然后图书馆比较小，那里面的藏书通常都是那个系所类别的，不会有其他的类别的书。那也没有体育馆，也没有操场。我记得好像有游泳池在另外一个校区，但似乎是要付费，就像不像是中正的，就是你只要一张学生证，就去哪里都几乎是免费。但这里就不太一样。那授课方式跟台湾差不多，就是也是教授会授课。那有些课是2个老师共授同一堂课，那2个老师他们就会分配说他们。就会有的老师是分说 practical 跟 lecturing 2边，就是这里的课有分 practical 跟 lecturing。那 practical 就是通常是看教授要不要上课，可是通常我的课他们都有上，但是如果教授说那 practical 这堂课不用上，那你就不用上，所以主要是以 lecturing 为主。但是我上学期上的课是 lecturing 跟 practical 这两个课，教授都有上课。那我那堂课刚好是2个教授分别主持 practical 跟 lecturing。 那另外一种是2个教授他们分别就是不同的章节2个人去调配，那所以有时候一堂课1个老师，有时候2个老师，所以就是不一定。再来第4项，哥德巴的注意事项。这里的注意事项，我是觉得这里的治安，我是觉得都还好。我自己是觉得，如果你去比较观光的地方，像是 Mesquita， 可能会有一些卖草的人。有些人他们会拿着一根草，不只是这里，还有别的城市这样，他会拿一根草，然后接近你，然后说，就会直接塞到你手里面，然后他就会跟你要钱。所以遇到这种人，就是你不要随便拿人家的草，因为那个草价值不大，可是你要付很多的钱。因为他就会逼你付钱，这样。主要是这里的人不说英文，你可以遇到讲英文的人，比如像是 Erasmus 的学生，他们会讲英文。可是大部分如果你去买东西，或者是你要问什么 information 在路上的话，通常大家不太说英文，大家会有点怕的，就是不太敢讲英文这样子。其实哥德巴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是一个小城市，可是几乎你所需要的东西通通都会有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另外一点就是哥德巴这个地方物价比较便宜，那它可能你跟马德里比，你的房价比较低，那你去买的东西，这边的店家、餐厅可能物价会比较低。但是如果你今天买东西都是去超市买，那其实你在每个城市的价格都差不多。虽然哥德巴普遍来讲物价比较低，但是我现在也知道为什么，因为这里非常的热，这里有点不太适合，这里的气候比较极端一点，比较不适合居住，而且其实是一个小城市，它其实跟周边的小村庄来讲，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中心了。可是如果你再跟马德里比，跟其他地方比的话，会觉得这地方比较小城市，比较像是民雄。像民雄虽小，但是五脏俱全嘛，几乎你要的都有。到这里也是，那人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。那我去马德里的时候就觉得比较 open 一点，就像是可能在台湾比较大的城市会有的感觉。那再来第5点，学校附近的机能状况。那这里呢，学校附近不像中正有一个就是吃饭的餐厅嘛，那外面大吃也有吃饭的地方。可是在这里的话就比较没有那种餐厅，学校有咖啡，可是咖啡就会比较简单一点。对，然后我自己是觉得你可以自己准备，你可以自己带，会比较经济一点。
第6点，对于西班牙文的需求程度非常高。如果你今天你不 care， 或者是你的朋友都是讲英文的 Erasmus 的学生，或者是都是英文，你自己觉得 OK， 那你当然不需要西文，因为学校也会开英文的课嘛。但我自己觉得说，如果你想要融入这里的人，你想要跟这里的人有一点交集的话，西文的需求程度非常高。像我在文学院的时候，文学院的学生通常会讲英文，可是我在另外一个学院那边的学生就不太讲英文，然后会讲也就是比较有点怕担心的。所以我是觉得，如果你想要融入这里的人，你可以试着讲西文，会比较好融入他们。这样，那对 Google 满意吗？我会说我对学校的教学算满意。对，第8点，给学弟妹的鼓励，我是觉得可以来，还蛮棒的。但是如果要来西班牙的话，你想要学比较 standard 的西班牙文，你想要一个比较可以承受的气温，我是觉得待在马德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，或是其他的城市都好，就不要夏天待在这里，因为非常热。可以冬天来，你冷可以多穿几件嘛。可是你夏天来，如果你像我一样待一整年，你夏天真的要想一下，不然就是像是夏天来，然后你6月底回去，刚好你避开7、8月最热的时节，这也是可以。所以如果你7、8月这2个月留在这里的人，真的要30啊。好，那对于语言的话，如果你比较想要 standard 的，我是觉得安达卢西亚的口音，如果你有一定的基本功，那你来或许是就是会让你学到不同的口音、不同的说话方式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初学的人，你来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，因为大家讲话非常快，然后也有讲话发音也不是非常的精确，所以大家在要来之前呢，考虑一下，想一下你主要来的目的是什么。如果你是因为这里的文化或者是一些遗址非常吸引你，那我非常推荐大家来，因为这里其实非常的有点 Islamic 的文化跟 Christian 就是结合在一起，所以非常的丰富。西班牙这个地方，我到目前为止的经验就是等待，就是大家比较 chill 一点嘛，就是你要等待。这里的人，我也觉得他们对艺术重视的程度是台湾的好几倍，我自己觉得。以上就到这里。